王一博在维和防暴队中居然有婚礼的戏份，可惜的是这场戏被删除了。作为一部正剧，确实感情戏需要弱化一点，不过这段戏份的拍摄花絮却放出来了，看的那叫一看一个不吱声，一看一地366。王一博穿着那身笔挺的维和警察制服，那可真是帅得让人合不拢嘴。没办法，23岁的王一博风华正茂，意气风发，他那副我可是酷盖的表情，仿佛在说，别看我年轻，我可是维和防暴队的精英。而当他牵起新娘的手，那画面简直甜到让人忍不住要报警。喂，警察叔叔，这里有人公开撒狗粮。婚礼上，王一博的表现可谓是酷劲十足与搞笑并存。画面中，人家是新娘主动跑过来找杨震，挽着他的胳膊呢。这画面有点羡慕。不过在大家的簇拥起哄下，杨震很自然牵起了新娘的手，那叫一个温柔体贴，仿佛在说别怕，有我在，保证不会让你走丢。而当新娘挽着他的胳膊，他又立马变身护花使者，那架势仿佛在说谁敢靠近我的新娘，我可有枪啊。而当婚礼进行环节，王一博的表情很有意思，起哄的都是一起的同事，他依旧保持不苟言笑的样子，这个新郎挺有态度。幸好这段戏删除了，要不然会惹来不少人嫉妒了。想象一下，那个时候的王一博才23岁，就这么匆忙结婚，这可得了。这部戏王一博给了我们太多惊喜，看到他拽着一根绳子，就从2楼之间就跳了过去，还在街头玩跑酷，没有拍过这么多动作戏的他，很享受其中。很多我们都捏把汗的场景，他都乐此不疲，说拍摄骑车翻滚的戏份如同过山车。还有一些爆破戏份，在王一博口中反而被轻描淡写，一句话就是很享受。很喜欢王一博这种性格，在喜欢的事情上会投入热情，也会自己跟自己卷个不停，使不完的牛劲都用在上面了。如今的他眼神中带着温度。这部戏是21年拍摄的，那个时候还是初入电影圈的新人，他也充满了期待。人家请到他来出演，更多的是看到他的流量而已。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后，王一博用自己的实力和作品实现了逆转，他不但有流量，还有演技，更有票房的号召力，所以说维和防暴队可谓是赢麻了。一场婚礼戏份让我们有点366，还好没有播出。而这场婚礼也让我们感受到了，无论是明星还是普通人，无论是在紧张的工作，还是温馨的私人场合，爱和温情总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王一博的这场婚礼戏，无疑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和突破。他不仅为观众带来了欢乐和感动，也让我们对维和警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理解和尊重。而王一博这位年轻的演员，也用他的才华和努力，为我们呈现了一场难忘的婚礼，一个难忘的角色，一段难忘的记忆。维和防暴队刚上映不久，微博大 V 推荐度高达97%。淘票票开分9.6分，开画8小时已经破亿，有望成为今年5一档的一波王炸影片。在维和防暴队路演时，就已经看出人气爆棚了，王一博2次发言就被打断，这是粉丝的欢呼声太高昂了。这恐怕是新粉，连老公的称号都喊上了。都知王一博的老粉见他时堪比军训现场，一个都不敢大声喧哗，这未免实在太勇了。一方面反映出了观众对王一博饰演杨震的期待，在首映礼对王一博采访时，问王一博在塑造杨震这个人物遇到最大的挑战是，他很真诚地表示动作戏，因为在拍维和防暴队时，为了表现出更真实的效果，不能用任何辅助工具，需要从很高的地方跳下来。这部电影中王一博的打戏是很多的，他为了更加精益求精，每天早早起床去锻炼增肌，只为了能够更加贴合维和警察这个形象。他自己表示过，对警察这个职业非常的尊敬，又特别是维和警察，想通过自己的演绎，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维和警察的伟大。他真的做到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到极致，不用任何标签去定义自己。在被问以后演绎什么题材的电影时，他毫不犹豫的回答，没有固定的题材，都想去尝试，就像维和防暴队中的杨震，他从来没有接触这样的角色，由于对这样角色的敬重，会大胆的去尝试。如今杨震的话题量，时事排行榜已居 TOP 1。因为王一博在维和防暴队中非常努力的演戏，又好学，学习能力极强，
导演和监制对他青睐有加，在各大媒体面前总能他们听见对王一博的赞扬。监制刘伟强把王一博介绍给博纳创始人于东先生，王一博之后又出演了《无名》，此刻便证明王一博最大的人脉就是他自己，用自己过硬的实力，让导演和监制为他的演技做代言。如今他的演技水平，在《无名长空之王》热烈中都已经见识过了。流量又是锦上添花，但他一直都很谦虚，与他合作的演员都给予他很高的评价。维和小分队一度表示，王一博演技又好又努力又喜欢钻研角色，跳舞又好。导演表示选王一博作为杨震的候选人，最重要的原因是王一博跳舞很厉害。因为杨震这个角色动作戏比较多，综合能力素质要求比较高，王一博可是全能艺人，什么都会又要求自己做到极致。看到维和反暴队中，杨震用眼神和面目来展现心中的情感变化时，观众都惊呼的表示，导演真没有选错人，影中太有感染力了。杨震被那些恐怖分子抓走，被打的面目全非，也不愿出卖队友那一段，观众都捂着眼睛流眼泪。是太惨太刺痛人心，还是因为演员演得太真实，让观众不再觉得生活在和平时代是一件容易的事，让观众去思索和平背后需要多少力量。刚好王一博把杨震从小就想当警察的梦想，用他精湛的演技播撒在更多人心中，让这个小树苗茁壮成长。其实王一博一直是个细心又正能量的大男孩，在路演时有一个将他视为榜样的初中男孩，对王一博非常的喜欢，他注意到小孩心理变化，有意的对他尽鼓励，可谓细节见人品。还有对其他主演的关注，当赵华为游戏结束后，发现自己占了王一博的位置时，想要离开，王一博一把拉回原位，他是想给新人更多机会亮相。王一博真是贴心的大哥哥，怪不得人们说王一博的人缘好，以真心换真心，即使自己流量加深，实力才是他的硬标签。这2年王一博在演员这条路上走得越来越坚定了，在一博的努力和成长是在大家的见证下了，尤其是前2年接连拍摄了多部电影之后，大家能够明显的感觉他的进步飞速。前一段时间他主演的谍战题材的电视剧《追风者》已经人满收官了，在播出的过程中热度也非常高，王一博本身就自带一定的流量，因此他主演的作品数据比较好。另外大家也都知道，谍战剧要更考验演员的演技，王一博将角色塑造的非常成功，而且很多细节也把控的很好。这一段时间王一博的演员粉应该都非常开心，因为《追风者》收官之后，很快王一博的电影《维和防暴队》也提上了日程。这一段时间他与另一位主演黄景瑜一直在为新电影宣传，这部电影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开始筹备了，这一段时间才开始预热宣传，接下来的不久之后将会和大家见面。这2年大家应该在大荧幕上看到王一博的机会比较多，因为他主演的《长空之王》、《无名》等电影都陆续搬到了荧幕上。喜欢王一博的朋友应该都知道，对于这种场合他向来都是话很少的，因为王一博一直走的就是比较高冷、酷酷的路线，粉丝们也比较喜欢他这一点。他每一次他在宣传新电影的路演过程中，总是会遇到喜欢调戏他的粉丝。近日在宣传过程中，他竟然遇到了一位女粉丝的男朋友，大胆的向自己发言。从这位网友的言语中，真的能够感受到他的女朋友是非常喜欢王一博的，应该也是一位很合格的摩托姐姐，而这位男观众也很大度，对于女朋友追星的行为也是无条件的支持，甚至在这样公开的场合还能够替他向王一博发言，表达自己的喜欢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王一博的表现也很好，很热情的回应着粉丝的各种言论，但一直到最后，他还是忍不住沉默了。在结尾的时候，这位男粉丝突然询问王一博，自己的女朋友最喜欢吃什么？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王一博也是很猛的，甚至还反问道，你的女朋友我怎么可能知道？如果知道岂不是就出问题了？这样的回应风格真的很像王一博。其实大家也都知道，王一博这几年很少参加娱乐性的综艺节目，因为在一些场合下，他确实不太喜欢过度的搞笑。没想到的是，这位男观众给出的回答，竟然是一句土味情话。听到这里，王一博的表情显得非常的不自然，或许是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他大概也很难听到土味情话，而且这也不符合他高冷又酷的人设。从他这一次宣传的情况，也能够看出王一博最近的状态还是比较好的。
而且这一部新电影对他来说也是全新的尝试，他合作的黄景瑜对这一类题材驾轻就熟，相信与前辈艺人的合作过程中，他也能学习到很多。期待这部新电影能够早日和大家见面。